在叙利亚，我遇到一个骗子，但3个小时后，我就住进了他的家里。我乘坐叙利亚的跨城大巴，从首都大马士革前往北部城市阿勒颇。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坐到我的身边，满脸浓密的胡子，凹陷的颧骨。我瞬间警惕起来，他一定是个骗子。可下一秒，他却告诉我，他叫 Salam， 今年23岁，在阿勒颇大学读书。刚刚这个小哥，他帮我买了公交车票，真的很感谢他。车窗外是这座5000年古城被战争撕碎后的样子。1个小时后，大巴终于停在了城外的车站。我盯着手机上的酒店地址犯愁。战争之后，这里早就没有什么公共交通了。Salam摆摆手说：“跟我走，我带你过去。”我犹豫了2秒，还是跟他走了。毕竟这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。我当时在路边看到一个米布丁，我当时要抢着买单，结果他们死活不让。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在路上遇到他的同学穆尼尔，得知我是中国人来阿勒颇旅行后，立即兴奋地给我当起了导游。他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，但现如今到处都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留下的伤口。刚刚去我之前朋友推荐的一家酒店，他当时跟我讲的是10美元一晚，然后到地方之后，不知道是因为涨价的原因，还是说怎么样，老板跟我讲是35美元一晚。我正准备转身走，Salam突然拉了我一下，小声跟我说：“要是你不嫌弃，今晚去我家住吧。”现在这2位小哥带我去他们家，住1晚上。我之前本来要很不好意思，我想拒绝的，但他们真的很热情。我当时一下子就愣住了，我跟他才认识不到几个小时，他居然敢把我这个陌生人带回家。天黑之后，整座城市迅速暗了下来，街道上几乎没有路灯，人们排队买刚出炉的阿拉伯薄饼。Salam 跟我说，这是他们这里最便宜的食物了，很多人一天就靠这个当做主食。他们现在带我来吃本地的炸鸡店。我是在结账的时候才慢慢意识到，在这里普通人平均月收入不到50美元，而这一顿接近10美元的晚饭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轻松。那一刻我心里有些感动。进了他家，我才发现整个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他打开一盏很小的 LED 灯，接在一块旧蓄电池上，没有热水，没有燃气，甚至连手机也只有3G 信号。但在叙利亚，这就是每天的日常。他说，战争摧毁了整个城市的电网，现在大多数人家里每天只有1到2个小时的电。因为屋子里比较暗，然后没有灯，小哥把他的手机放在这里当电灯一样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们把食物放在地上，席地而坐，开始享用晚餐。或许在中国这一顿不算什么，但在这里，这是他们对于客人最珍贵的待遇。我用翻译软件一句句聊了起来。我当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我的家人尽力帮助我，但叙利亚普通民众的收入非常低。Salam 出生在叙利亚德拉一个并不富裕的乡下小镇，那里有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罗马剧场。他一边咬牙坚持学业，一边靠兼职勉强支撑着生活。后来他不负众望，考上了大学。哪怕生活艰难，他仍然挤出时间去参加当地的志愿活动。贫穷和战乱几乎摧毁了这一切，可唯独没有抹去人们心中的那份善良。我看着他手机里他戴着帽子给学生上课的视频，忽然鼻子发酸。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，只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这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经历的是整整1代人的战争。这一晚我们聊旅行，聊梦想。他说他特别想去中国，去欧洲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可签证和经济条件把一切都挡在了外面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萨拉姆家的地板上，
我忽然明白一件事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可在黑暗里，人心其实是相通的。有些东西不需要翻译。临睡前，他拿出了书，开始复习第二天的考试，让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第二天等待我的会是一场更大的危机。